欢迎来到 Nguyen TV 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谢霆锋成为中国国籍，为退出加拿大即交20%退籍税，终于成为真正黄种人。近日有消息传出，谢霆锋已经成功退掉了加拿大国籍，正式回归中国籍，终于成为真正的黄种人。该博主还爆料称，谢霆锋退籍并不是那么容易。由于之前他在加拿大读书工作，根据加拿大的相关法律规定，如今谢霆锋退籍需要想交20%的弃籍税。虽然谢霆锋收入不菲，但弃籍税也水涨船高，是一笔不小的金额。据悉，加拿大方的征收方式来看，是汇总谢霆锋在全球的所有资产，再算出20%的税率，这样前后加起来，谢霆锋想要放弃加拿大籍，也并非是件容易的事。按照法律规定，退籍税包括余额退税、遗产税、退休金3大项目，具体实施起来过程也非常漫长且艰难，需要提供的文件也非常多，稍有不慎就会出现逃税情况。尤其是像谢霆锋这样的情况，近些年他的主要收入来源都来自国内，想要具体分清楚哪笔税该交哪笔不该交，取证起来并非是件易事。资产前后加起来，保守估计，谢霆锋的退籍税恐怕在100万级别起步。对于谢霆锋国籍一事，一直以来都争议颇大，其中与当时的历史环境分不开。谢霆锋出生于1980年的香港，当时香港还未回归。他的父亲是谢贤，母亲是狄波拉，在香港都是当红大明星。所以刚一出生，谢霆锋就生活在聚光灯下，毫无隐私可言。出于对孩子们健康发展考虑，在谢霆锋8岁那年，父母决定将他移民到加拿大生活，希望他能离开香港媒体的关注，拥有一个正常的童年生活。谢贤也曾在节目中谈到儿子移民的问题，称不希望因为自己身份，让2个孩子在香港拥有特权，这样不利于孩子的教育。他说，后来我就去加拿大移民，因为我觉得假如他们在香港给人家宠坏了，换一个环境。长大后的谢霆锋并没有生活在加拿大，而是回到国内发展，再加上后来香港回归，谢霆锋便拥有了香港永久居留权，相当于香港籍，同时拥有加拿大籍及香港籍，后来也就是成了一直被大家质疑的双国籍问题。不过在国内也一直只承认他中国国籍身份，谢霆锋的加拿大国籍只能用来当护照旅行使用。另外，其实早在2021年，谢霆锋宣传新电影《怒火》时，就已经回应过国籍争议。当时他明确表示自己已经提交了放弃加拿大国籍的申请，但一直没有获批。他在节目中表示，看到一些评论说，你不是加拿大人吗？其实因为我是在香港出生，所以我本来就是一个中国人。另外，谢霆锋还表明了自己的爱国心，称目前的工作无论是电影方面，还是美食音乐，他都有责任感，去把祖国这么好的东西传播到全世界。后来谢贤被记者问及儿子退出加拿大籍时，谢贤也表示不知道他已经申请退出，但是很支持儿子的决定，强调说，谢霆锋要做什么东西，身为爸爸的我都会支持他。虽然一直都有国籍争议，但谢霆锋的爱国心毋庸置疑。早在他刚出道时，他的歌曲《黄种人》、中国人、男儿当自强都透露出他对祖国的热爱。
后来进入到电影行业后，又拍出了很多经典作品，为香港电影的发展贡献了一份力量。当有记者问他香港电影和内地电影哪个更好看时，谢霆锋也坦言称，真的不该分中国和中国香港，本来就是一家人。我相信很多在香港拍的电影，有了内地的演员会好看很多，有好多在内地拍的电影，有了一些香港人，也会好看很多。这些年谢霆锋又开始钻研起美食，依旧不忘宣传中国文化。风味节目中虽然很多菜品都是融合了中西方的做法，但谢霆锋也一直强调这些都是在中国美食文化上的延伸。所以如今的谢霆锋在内地的口碑也非常好。前段时间华为还官宣谢霆锋为新代言人，配文称够硬核、够风潮、够机智。他与刘德华同为该品牌的代言人，被评为是风华绝代。华为作为国内的知名爱国企业，他选择代言人的标准也非常高，这对刘德华、谢霆锋来说是一种认可。所以对于谢霆锋退出加拿大国籍一事，也只是时间的问题。在大众心中，早已将他认准是中国人。富士康被查，2900亿市值工业妇联跌停，鸿海集团回应。10月23日早盘，工业妇联 SH601138 开盘跌停。截至发稿，工业妇联跌停板上封单高达53万手，约合 7.7 亿元，暂报 14.55元，总市值2890亿元。消息面上，据环球时报报道，税务部门近期依法对富士康集团在广东、江苏等地的重点企业进行税务稽查，自然资源部门对富士康在河南、湖北等地的重点企业用地情况进行现场调查。同时，鸿海集团回应富士康旗下企业被税务部门调查一事。据海峡导报报道，富士康母公司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竟半责直指，交由鸿海集团方面回应。鸿海集团下午发布重大讯息指出，合法合规为鸿海在全球各地的基本原则。集团会积极配合相关单位的作业办理。台经济部门表示，鸿海集团内部仍在确认相关情况，而本于协助产业发展的任务，台经济部门后续会与鸿海保持密切联系，视情况提供协助。岛内有工商团体表示，富士康在大陆投资设厂，大陆依法本来就有权利去进行相关调查，目前还不知道背后真正的原因是什么，还需要观察后续影响。6大主要产业园分布深圳等地。官网资料显示，富士康于1988年投资中国内地，目前在内地拥有40余个园区，高峰期拥有100万员工，产品范围涵盖消费性电子产品、云端网络产品、电脑终端产品、元器件及其他4大领域，是全球最大的电子科技制造服务商。在珠三角地区，富士康布局深圳、佛山、中山、东莞、惠州、广州等地。深圳总部着力打造成专注于科技研发基地和电子商务、电子模块大型贸易、新产品导入、人才培训中心，加速公司产业转型升级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